从万物生长到星移斗转，从阡陌交通到互联共享，人类沿着它的足迹，划破暗夜苍穹，激扬清浊。从院校学子到行业精英，他们是万里挑一的科学俊才。这个夏天，强势集结，为科学发声。科学就是学而有之，进而为用。科学的目的除了探索未知，还在于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科学是现在通往未来的桥梁，过程会很久，但要不断的求索，加油！科学是老师手中的笔，是孩子眼底的光。科学的最大价值就是拒绝伪科学。猜想诠释科学之美，实验开启科学梦想。加油向未来第3季，科学猜想王，水煮沉浮。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加油向未来，你的前方是星辰大海出发。趁现在，你的起点是脚下的时代。加油向未来，唤醒心中沉睡的热爱。奔跑，别等待，寻找春暖花开。加油，加油，加油，向未来！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嗨！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第3季，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天天被撒贝宁整的尼格买提，欢迎各位。加油向未来前2季有太多有趣好玩的科学实验，不光是让我们的年轻人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更是给不少的孩子们心里埋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就像习总书记在今年的2院院士会议上说的那样，成为科学家是无数中国孩子的梦想。我们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我们要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而我们希望这档节目就是这样一双翅膀，能带着孩子们在科学的天空里翱翔。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科技禁酒，助力未来。本节目由中国禁酒独家特约播出。禁酒，给生活加把劲儿。亲爱的朋友们，您可以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由金鹏电动3轮车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24位科学猜想团的成员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年龄层，也是有着不同的学习专业和领域，擅长不同学科的科学爱好者。欢迎我们24位猜想团成员，期待你们的表现，各位加油了！而且还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教授。欢迎曹老师。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我从7岁开始念书，一直念到现在。这中间呢，由于条件所限，
有不少的遗憾。加油向未来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补课的平台，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观看《加油向未来》。加油向未来第3季挑类赛，24位选手各自为战，每期3轮，每轮由1道实验猜想题和5道线索题组成，2名选手出战，胜者晋级下一轮，败者回归猜想团，由猜想团中成绩最优者接力出战。经过我们专家组严苛的考核和评定，最终从24名成员当中率先选出了2个人，他们将在今天首发出战。这2个人就是林然和徐晨格。林然，26岁，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工程博士，参与研究新加坡政府花园城市净水项目，曾进行巡回科普讲座。科学小百科徐晨格，12岁，热爱量子力学、人工智能。我们的加油向未来第3季即将启程，你们即将面对本季的第1道科学实验题，让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实验区，即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1个大的实验。还是有请尼格买提，按照我们加油向未来的惯例，这都成惯例了。每一季的第1个需要人上去的大实验，不仅是第1个，几乎是每一个。对，好吧，来，先穿护具。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身后的这个实验装置。看到的这个实验装置，实际上是由一整根大约直径是24毫米粗的绳子，依次穿过框架8字管的左边部分、顶端的滑轮装置、框架8字管的右边部分，然后把这个装置串联起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刚性连接。而我们将把小尼固定在这个载人的框架上，稍后我们会让20名实验员站在2边，像拔河一样拉着这个绳子，我们看看小尼的位置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物理变化。我宣布，实验开始。我们看看小尼的位置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物理变化。哇！哇！哎，只有那边的。啊。对。站稳了啊！小尼，确定这个实验安全吗？站稳，抓住了。哇！好刺激！哇，差不多了。哇，还换？能换人吗？哇！现在我们看到小尼的载人框架已经达到了标线位置。小尼，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上升的过程中，并不是一直保持身体的直立，它是左摇右晃的，一点一点的，跟喝醉了一样。我以为是平稳上。对，我也以为是平稳。但他为什么一定要一边上一下，然后再换另外一边呢？这可能就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科学现象。哦。好，谢谢小尼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实验，我们有请实验员把它平稳地放回到地面。哎，下来的过程是平稳的。哎，这感觉不错。我们接下来就要根据刚才小尼做的这个实验，来给大家出我们今天的第1道科学实验题。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有请我们选手池和挑类选手同步作答。我们的题目是将这个载人的框架倒置过来，然后放置标尺的高度，2边交替拉动绳子，框架会发生什么现象？
：A. 同样会上升到顶端 ；B. 保持不动 ；C. 下降到底。我们请2位选手在30秒内思考，并且做出你们的选择。本来是这样，然后变成这样，对，然后拉的话，应该是直接上去，应该是往下滑，应该是往下。好，请亮出你们的答案。2位选手，一个选了 A， 一个选了 B， 为什么？因为如果把框架倒置过来的话，这2个橙色钢管和正方形的角度近似不变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成整个绳索系统和载人框架类似不变。你的意思是，目前这根绳子通过框架以后形成的几何形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当它拉动某一边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会自动靠近成一个和正放的时候拉动某一边的样子是一样的图形。所以你认为还是上升？上升。好，让我们来听一下凌然，你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利用其中一边的几何形状的变化来拉动着小泥的上升。也就是说，其实在右边拉绳子的时候，右边的绳子在拉小泥上升，左边的绳子其实是没有有特别大的一个移动的。所以我自己的猜想应该是，其中有一边其实是锁定的。那我为什么选择原地不变呢？就是因为如果把这个倒转了过后，以这个滑轮和这个橘色的这个钢管的这个角度，其实应该直接就达到一个锁定一个状态，而不会拉动着小泥上升。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我们加油向未来，永远用实验来说话。首先，我们要有请实验员帮我们把这个装置给倒过来，有请各位。然后我们把小泥放置标尺的高度。哥，你替我上好不好？到底 A、B、C 哪一个是正确的？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验证答案。C 吧。正确答案就是 C。掌声送给选 C 的我们的各位猜想团的成员。那么接下来，曹老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装置，它的奥秘在于这一根线和这一段斜线之间的夹角。当我们在一侧拉动的时候，我们看这面一侧的这条线和这条线之间的夹角变小了，使得这2条线里面的张力在向外侧的这个方向上的分量呢增加了，也就是说绷得更紧了。绷得更紧呢，就造成这个位置呢摩擦力更大了，这一侧就锁死了。而同时在这一侧，这条线和这个线段之间的夹角呢更加接近180度了，因此这个地方的线是能够顺利通过的。那么当我们反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一侧锁死，这一侧能够滑动，因此呢整体上是这一侧下降，交替的往下拉的时候，就造成了整个电梯的下降。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也就明白了刚才的那个装置为什么会上升。自锁结构非常常见，比方说汽车用的千斤顶就是这样的自锁结构。膨胀螺丝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锁结构。谢谢曹老师。但是很遗憾，第一道实验题过后，2方都没有得分。但没关系，我们的比赛还在继续，进入我们的答题区。加油！加油！实验猜想题后，
场上对战选手将进行5道线索题抢答，每道题目依次给出4个描述性线索，选手可在任意线索抢答，但有且只有1次抢答机会，胜者上榜积分，败者回归猜想团，由猜想团中答题最优选手接力上台。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在抢答的过程当中，我们场下的选手、池内的选手也会同步答题。这些题对你们来讲同样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题目的成绩将会决定谁稍后有可能替代离开我们对战台的那个人。请听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家用电器的名字。线索1，主要用于加热食物。第一个线索之后他就抢到了，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好的，凌然率先按下了抢答键。加热食物的电器有很多，对，但是我只知道的就一种，电饭锅，叫做微波炉。你的回答是？错误。你已经失去了这道题的抢答机会。可能有点小小的轻敌吧，我是觉得说我能赢的。线索2。无法直接加热非金属的物体。别慌，别慌。线索3，会使金属铁升温，但是对铜和铝无效。还不抢？线索4，利用电磁场工作。电磁炉啊！4个线索全说完了，答案是？我也不确定我答对了没有，但是我的答案是电饭煲。啊！你在玩什么啊？其实最后一个线索电磁场已经把其中2个字都告诉你了，你再想想。电磁炉。你看看。我之前说了个电饭锅，你就跟着我做电饭锅。电磁炉，你现在再想想，电磁炉是不是符合这所有的4个线索？可以用于加热食物。你太冒失了。电磁炉，我不相信你不知道。知道。其实再多听1个线索，也许你就知道了。对。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很遗憾，第1道题，2位都没能得分，目前分数还是0比0。电磁炉这个生活常识的经验我还是具备的，自己还是考虑的欠周全了。请听第2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生活中常见的化学物质。这是我自己非常擅长的领域，肯定是10拿9稳的。线索1，它不是导体，也不会生锈。线索2，它容易被塑制成不同的形状。没想到让小朋友抢先了。塑料。你确定吗？确定。应该是塑料吧。如果是你在这时候抢答，你会说哪个？一种金属。尤其是第2个选项，它能够被塑造成很好的形状。我心里想的这种金属具有很好的延展性。我们生活里面经常打饭的盆儿啊、打饭的碗啊，这些都会用这种金属来塑造。铝吗？对。它不是导体，也不会生锈。铝是不是导体啊？好，至于你的回答是否正确，请听完后边2个提示线索。它在生活中应用广泛，但也会带来污染问题。
塑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树脂。正确答案，塑料。这道题目我们给徐晨格加1分，非常棒啊！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博士生仍然在纠结铝是不是导体。在台上完全懵了。你博士毕业了是吗？已经毕业了。哦，那就好办啊。否则我怕这段万一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看到，他们会考虑要不要发毕业证给你。这段掐了别播。好，请听第3道线索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颜色。线索1，它是3原色当中的一种。线索2，注意了，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你们应该能知道了。它在3原色当中波长最短。有点压力了，那这道题答对了之后，我就后面2道题都得答对，才能跟他2比2打平。回答。红光。红色。3原色都是哪3个？光的3原色还是颜料的3原色？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问我，这光，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波长的问题。因为有红外和紫外，我们知道波长越高的光，它放出的能量普遍是越高的，而且紫外线的能量比红外线要高。他说反了吧？应该是频率越高。所以说红光的波长比紫光的波长要更长。不对，人家问的是短。我第2个线索是什么？它在3原色里面波长最短。搞什么呀，孩子？慌了吧？慌了吧？别着急，回答错误。刚开始有一点利好的话，我就有点太心急了，觉得这道题我知道原理，没有听清题答错了。这是我的一个机会。第3个线索，它的互补色是黄色。好，他摁下了抢答键。蓝色，蓝色。如果不管是光学的3原色，或者是美学的3原色，其实红和蓝这2个颜色都是有的。而在整个可见光谱里面，红光的波长最长，紫光的波长最短。红光的频率最短，紫光的频率最大。蓝光更靠近紫光，所以蓝光的波长最短，频率高，能量高。这道题一定是蓝。蓝色，蓝色。这道题目我们给林然加1分。这道题扳成1比1之后，对后面的题能够让我稍微轻松一点了。第4道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爬行动物。线索1，它们曾在许多的科幻电影中亮相。线索2，它们体型庞大。这个我知道，恐龙。不是恐龙吗？你在想什么？这都不抢啊！线索3，鳄类，也就是鳄鱼的鳄，鳄类与它们关系密切。哎呦喂，都学谨慎了，都等着最后一条线索呢，是吧？因为前面第1道题可能抢得太早了，然后吸取一个教训吧，所以等到后面可以稍微确定一点的时候再开始抢。线索4，没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你为什么要抬手再摁？反正我也是没有见过他们的，所以我觉得是恐龙。再想一想，这道题这么简单吗？这道题这么简单吗？恐龙？对。再想想，恐龙。恐龙。你也会打恐龙？好吧，既然2位难得的取得了一致，
正确答案是恐龙。目前比分2比1。这道题我是知道答案的，我都已经准备要想的时候，林然先抢到了题。还有最后一道题了啊！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数学家的名字。线索1，他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线索2，他曾经获得沃尔夫奖。其实这道题我并不是特别的确认，先抢碰一个运气。好，答案是陈景润。你能不每次回答都搞得像朗诵一样吗？答案是陈景润。祝贺你，答错了。不是陈景润。线索3，他晚年曾创立南开数学研究所。线索4，他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他也不知道。如果你要不回答，我的答案是华罗庚。哇，非常遗憾，答案不对。底下如果有知道答案的，可以大声喊出这位数学家的名字。陈省身。陈省身。陈省身的话，我是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这些事迹以及他微分几何之父的称号，我是没听说过。非常遗憾，这道题目2位也没能得分。经过5道抢答题之后，目前林然的比分是2比1领先，所以在经过实验题和抢答题过后，仍然能够继续站在这个对战台上的是林然，祝贺他。非常遗憾，其实原本你是可以继续站下去的。整个转折就出现在红光蓝光那道题上，就那一个小小的失误，使得原本可以答对的一道题发生了逆转。输在一是手速，还有就是听题不够认真吧。如果我是在12岁的这个年纪，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是肯定做不到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积分榜。林然率先积到了1分，祝贺你！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当然，我们目前有一个对战台留出了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将属于下一个挑战者。他是谁呢？他将诞生在刚才的6道题结束之后，答的准确率最高，并且用时最短的猜想团成员中。这一位是戴安杰。天文小达人戴安杰，12岁，爱好天文学，曾发现危险小行星。有请戴安杰步入对战台。大家好，我叫戴安杰，我来自北京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现在正在上5年级，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欢迎你，戴安杰。面对这样一个12岁的孩子，你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你的优势？我们就要看下面的实验题和我们的答题环节了。接下来，请2位和我们所有的选手池的猜想团成员一起进入实验区。
欢迎各位又一次来到我们的实验区。接下来这道实验题将和我身后的这个情景展示有关。这是什么情景啊？这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名人小时候的故事。哦，看看这个场景，鸡蛋、鸡窝，上面还有一只老母鸡。哦，想起来了吗？爱迪生。爱迪生，对，爱迪生小时候看到鸡蛋在孵鸡，鸡在孵蛋，鸡在孵蛋，他就很好奇。妈妈说：“我也能孵鸡蛋吗？”对呀，后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找不着他了，对，就很着急，发现他在鸡窝里，干嘛呢？他就蹲在鸡蛋上孵蛋，但是他的爸妈告诉他说，母鸡可以孵出来，可是你孵不出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下一道实验题，就与此有关。我们可以让大家先看一段视频。一枚鸡蛋要孵成小鸡，能用什么方式呢？现在我来到这个地方，要拜访一位教授，据说他正在尝试一种堪称神奇的孵化方式啊，孵小鸡，神奇的，孵小鸡。李教授，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今天想试一下无壳孵化。无壳孵化，这可能吗？这个蛋壳，我觉得对于小鸡来说，孵化过程中非常重要吧？对，它一个是抑菌那个保护。钙质的补充、通氧的透气性啊，这就是它的家呀，就跟胎儿离开了母体的保护一样。明白。难度比较大，国内还没有成功的例子。我们就想是用这个办法孵化小鸡出来，能成功的话，将是我们国家首例无壳孵化的小鸡实验。我们亲自来见证一下这个奇迹，怎么做？就是先看一下这个杯子，您看。这个杯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塑料杯，对，它的直径和高度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先在这个系统里边呢加那个抑菌水。抑菌水。对，实际上这种类非常的多啊。我们选了一个没有气味的，对小鸡孵化没有影响的。它的作用就是像蛋壳里面一样，保证细菌不侵蚀它。是的，你再看下一个东西哈，因为它不是已经离开了蛋壳，然后钙呀各种问题我们都要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里边呢就要加一点钙，这个是乳酸钙。乳酸钙。对。然后这个就是加一点重增水。我先戴上手套，把一个种蛋给它弄一个新房子，我们把它移到那边。赞东老师开蛋的方式就很讲究了，剪开，因为碰一点的话，后期它都会生长不良。哇！我们把它移到这个塑料杯上边。您看现在下方看的是不是像鸡蛋的尖端？还真是，我们营造的保鲜膜里的状态，这种立体结构弧度，就是按照蛋壳的这种弧度来做的。对。哦，拿皮筋给它封上。就是普通的保鲜膜吗？对，就是你看到的那些保鲜膜，但是它的通透性比较好，就跟蛋壳上呢充满了小孔，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那是在保鲜膜上烫出了几个孔。这个是后期通氧气用的，我就把盖子盖上，这样就是已经在一个它的新家里边了。这个膜它就相当于是蛋壳里面的那层膜。那么氧气呢，就是从这边进来，然后呢从这上边来，然后从那个洞里就进到他们这个里边，它这样一个流通的状态。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就把这个放到孵化箱里边。现在上面显示的温度是37.9，在波动。为什么是这个温度呢？因为母鸡的体温大概是41度左右，传到它的种蛋的表面的时候是38.5度左右。好，从这儿往前数，每一步您都看了，可以说非常的严密和周到了。但是接下来的21天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静静的等待吧。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片段。确实有这样的孵化方法，不可思议。但是是中国首例，从来没有过。到底能不能做成？接下来就是跟此实验有关的题目，需要各位来注意
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请选手池及挑类选手同步作答。题目是：在孵化小鸡的过程中，关于蛋黄说法正确的是 ：A. 为小鸡发育提供营养 ；B. 蛋黄会发育成内脏器官 ；C. 蛋黄会发育成小鸡儿的头部 ；D. 蛋黄会发育成小鸡儿的骨骼。4个选项当中，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不太清楚，我记得是 A。时间到，请2位选手将你们的答案发送到屏幕上。B 和 D， 为什么会选择 B 答案？我在之前是看过一本说有关孵化小鸡的文章，然后里头也有一些配图。其中我看到1周到2周的时候，它这个内脏的话已经有一些雏形了，而我看到那些内脏其实大部分都是蛋黄。所以你觉得是蛋黄的成分转化成为了它的内脏？对。为什么是骨骼？其实我对这个孵化的过程真的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确实是知道，人的受精卵，包括可能其他动物，这个细胞核，也就是这个蛋黄，是提供了所有的这个遗传物质。所以你认为蛋黄在鸡蛋的整体结构里面是处于细胞核的位置？对。我们来听听选 A 的这位学化学的。我家住在江苏南京，在江苏南京有一种很特别的、有一点重口味的食物，叫做活珠子和旺鸡蛋。活珠子是鸡蛋发育比较早期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里面就还是有蛋黄和蛋白，但是它还会有一些毛细血管和一些对于我们来看是比较偏灰的物质，其实是已经发育了一半的内脏。旺鸡蛋的话就是发育的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胚胎已经成熟了，我认为就是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小鸡，然后有头有骨骼，对，有毛，然后它的蛋黄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认为是它作为营养成分就是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所以说蛋黄消失了，蛋白是还存在的，在下面一点硬硬的，很难嚼。他选的是 A， 认为蛋黄只是提供营养啊。我们还是通过视频来进行这道实验题的最终验证，请看。接下来，您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首例无壳孵化的全过程。所有的疑惑、所有的好奇以及我们的答案，都将在整个过程当中逐一解开。来吧，一起来见证奇迹吧！这个白点就是小鸡的胚盘。生命开始的地方在这里，那应该就是所谓的细胞核了吧？这是什么？脊椎，脊椎。这是心脏，大家看到的小白点，也就是胚盘发育出来的。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血管已经形成了。它是在蛋黄上面形成的吗？哎呀呀呀呀！哦。还在动哎！哇，好神奇啊！这个生命真的是太奇妙。对。这个黑点是小鸡的眼睛啊，所以头部先形成了。先是头部。这个圆圆的东西叫做尿囊，它的生长会伴随小鸡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它会为小鸡的健康发育提供帮助。它是按照重要程度来慢慢形成的。其实现在小鸡正面临着一个发育难关。就是由蛋黄呼吸向尿囊呼吸转换，但现在感觉好像还看不太出来形状哈。对。哎呀呀呀呀呀！它眼睛还在转。小鸡的发育过程中，对于环境的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发育中早期，温度的上升或下降。都会对胚胎发育发生影响，导致发育不良。
那么湿度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湿度过高的话呢，会影响胚胎呼吸的正常进行；如果湿度过低的话，后期呢会粘到蛋壳上，阻碍胚胎的出雏。在尿囊膜已经不断的长大，它会逐渐的包裹整个的胚胎。这个过程需要不断扭转蛋的方向。我们采用手动转蛋的方式，每隔一段时间人工为其转蛋。这个操作也是防止血管以薄膜产生粘连。现在小鸡开始长出眼睑了，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先长出眼球，再长出眼睑的。哎，看到嘴了。所以等一下，现在这个布满血管的地方并不是它的身体。哎呦，毛出来了。好神奇呀！黄色的是蛋黄吗？17天到18天，小鸡需要更多的氧气，要进行额外的输氧。现在才是最危险的阶段，最后出雏的这个阶段呢，尿囊膜上的血管迅速退化。19天到20天的时候，小鸡的喙已经露在了尿囊膜的外边，开始启动肺呼吸。这一阶段非常的关键，就是正常总蛋里发育的小鸡在这一段也有一定的死亡率。看这个底部，蛋清和蛋黄已经都被吸收了，这只小鸡的发育非常正常，它的呼吸起伏也比较规律，而且肺呼吸已经发育的比较完善了，它已经做好了要出来的准备了，让我们为它加油吧。这是一只诞生在杯子里的小鸡儿。伴随着小鸡的孵化，节目组就开始在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这只无壳孵化的小鸡进行征名，得到了广大热心网友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献上自己的脑洞，想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名字。众叛之下，今天终于迎来了小鸡的出生。有网友说，这只可爱的小鸡是在杯子里孵化的，所以我们就叫它小茶缸吧。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祝贺所有答 A 的猜想团的成员。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刚才视频当中给我们做这个了不起的实验的李赞东教授，有请。哇，这是小茶缸吗？这就是小茶缸吗？对。哎呀，小茶缸。哎呀，他还在做小米儿。哎呀，也是个吃货。我发现了一个细节，浑身的绒毛都是黄色的、淡黄色的，唯独它的那对小翅膀是白色的。对，它像一个小天使一样。你仔细看，它的小翅膀很小，但是是白色的那一双。这是中国第一只无壳孵化出的小鸡。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神奇，但是您做这样的实验，尤其又是中国首例这样的实验，它一定不是为了玩儿，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制备人类疾病模型、心血管研究模型，还可以制备药物筛选的模型，还可以进行环境污染物质对胚胎发育的所有的影响。这样的话，将对人类的健康、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生命反应过程的那种精妙，真的不是化学反应和物理过程能够比拟的，就是它要复杂的多得多。是。
其实我觉得这道题对于我来说，做对做错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了。我觉得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见证由科学带来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奇迹，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尤其是刚才在这个视频上看到他心脏跳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就一下子眼眶都非常的湿润。在我觉得作为我和我们这样的一些科研工作者来说，科学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人看来就像是有一些看似冷冰冰的这些公式、这些原理，但其实科学是很有温度、很有爱、很能感动人的，就像刚刚小茶缸感动我们所有人一样。谢谢。谢谢。的确是这样，也谢谢李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首例的实验，而且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实验背后它的意义。我们后续也会在我们这一季《加油向未来》当中，不断的跟大家去披露这只小茶缸成长的过程，让我们把它作为这一季的一个小吉祥物，好不好？动我手上来。哎呦，哦，跳出来了，它自己跳出来了。小茶缸，加油哎！你可是中国第一只无壳孵化出来的小鸡儿。你要知道自己身份的特殊哦，你承载的可是非常重要的科研任务哦。啊，希望通过你能够为我们解读更多生命的奥秘，好吗？听懂了就张个嘴，好吗？我想这个实验非常有意义的，把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生物学过程变成了看得见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些遗传学的操作，改变一些基因的表达，我们一些药物起什么作用，我们也可以在这么一个平台上面观察分析，在医学上面有一些价值。我们只要把那些程序简化，应该来讲，感兴趣的很多小朋友，他们有可能在家里面都可以做。这道题目最后用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方式结束，但是仍然掩盖不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就是两位挑战队员1分没得。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2位对战选手，还有我们所有选手池里的猜想团成员一起进入答题区。科技劲酒助力未来，本节目由中国劲酒独家特约播出，劲酒给生活加把劲儿。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接下来2位选手林然和戴安杰要进入你们第2轮的线索抢答题。同样是5道题目，抢到答对加1分，答错不扣分。但如果你答错的话，就会把你答题的权利让给你对方的选手。我比较擅长的领域是天文，对战凌然呢，我是觉得说要稳，然后不要慌，该抢的还是要抢的，而且的话不要犯这种审题不清的错误。请听你们的第1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哺乳动物。线索1，它是一种极度濒危的动物。什么呀？豚吗？应该是那个鱼是吗？线索2，它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林然，熊猫。熊猫。现在熊猫不是说已经撤出那个濒危动物了？我记得。熊猫。我们的题目真的会这么简单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回答是错误的。哪一种哺乳动物？第一个线索是濒危，第2个线索在长江中下游，第2个线索想抢下去，肯定是答大熊猫嘛。
我本来以为也是大熊猫的，但是结果是错了，然后脑子就懵了，直接。接下来，请继续听线索3，它被誉为水中大熊猫。听到水中大熊猫的时候，我心里有另外2个选项，要么就是白鳍豚，要么就是中华鲟。啊，就是那个鳍豚，对。第4个线索，它是有130颗左右牙齿。是鳄鱼吧？对。其实这个答案你一定知道，只是它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你的大脑里。白鳍豚。我觉得这他们很难猜。好，好吧，时间到，很遗憾这道题都没有猜出来，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白鳍豚。很遗憾，第一道题2位都没有得分。其实我是知道这个动物的，但是我就没有想到，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知识了解不太够。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2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装置的名字。线索1，它的出现源于第1次世界大战。我要站在上面，我肯定瞬间凉凉。是方便绿。第2个线索，它是根据仿生学设计出来的。第3个线索，这好玩了，形状很像猪鼻子。好了，小戴同学，你抢到，你的答案是防毒面具。哎，对。1战期间，德军吧经常使用化学武器，然后这些科学家们就去研制一个说能防治这些毒气的一种装置。然后他们就拿动物做实验，然后就是在放毒气的时候，猪就把鼻子插进泥土里，过了一阵子，猪才把这个鼻子从土里拔出来，然后把那个土从鼻子里喷了出来。后来科学家这个研究发现说，是因为这个土带有活性炭，它会吸附这些毒气之类的，从而减少这些毒气对人体的伤害。恭喜戴安杰率先获得1分。戴安杰先得1分了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挺有压力的。剩下的3道题，我需要格外的注意，能够全部都给把握在手里。现在我就是保持沉稳就好了，就不要把这1分的优势都给丢掉。这样的话，如果这样能保持对我还能继续站下去。好的，接下来来听你们的第3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颗行星的名字。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稳了这道题。线索1，在太阳系8大行星中，它的运行轨道最接近圆形，偏心率最小。应该是木星吗？线索2，它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没有磁场的行星。第3条线索，在这颗星球上能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天文学知识为0。最后1条线索，接下来就要看你们谁的手更快。在中国古代，不管第4个线索出来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抢。金星，把它称为启明星。金星，你抢我词儿了。啊，是金星吗？哎，我答对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回答是正确的，金星。听到中国古代的时候，脑子里就蹦出了长庚、启明、振兴，然后这一大堆。这道题自己想多了，所以造成了失误。我们要为林然加上1分。现在我们场上的比分是1比1，继续加油。稍微心里有点慌。接下来是你们的
第4题很关键，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数字。线索1，它可以无限分身却保持不变。不太理解，说这个无限分身是什么意思？无限乘还是无限除，或者加或者减？我不知道。线索2，它是一切参照系的原点。参照系。林然，这个数字是0。0吗？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林然再得1分，2比1。稍微有点慌，不过我还能稳住，因为如果是后面一道题答对的话，我还有可能跟大家打平，还是有机会的。接下来第5题，戴同学加油了，请听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在这个方面的话，也在我的知识范围内。线索1，他出生那天正好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忌日。哎，谁来着？不熟悉。不急，这个我看过。线索2，他对黑洞理论有杰出贡献。依然是林然，你的答案是？霍金。斯蒂芬·霍金。他答出史蒂芬·霍金，心就彻底凉透了。就在今年，世界上也就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斯蒂芬·霍金，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恭喜你，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斯蒂芬·霍金，厉害了，很厉害。我们的5道题目已经全部出完了，现在看一看两方的比分是3比1，恭喜林然继续胜出。林然应该是有些时候会做一些没把握的事情，要击败他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戴安杰也是12岁，我自己如果想象，如果我在12岁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26岁博士毕业的一个大哥哥，我自己肯定也会不服输，也会想要打败他。我们应该是同样的人吧？所以因为你是第2轮接连获胜，所以你的积分现在是3分，掌声送给林然。同时要有请小戴同学回到我们的选手池当中，但是你依然有机会，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从0开始继续战斗，希望不久的将来再次看到你站在我们的答题区上，好吗？把掌声送给小戴。好的，第3轮比赛升级1对23，挑战开始。林然加油！1对23答题，场上选手将与23人猜想团对战，每道题目的最高比例选项为猜想团答案。场上选手获胜，上榜积分。猜想团答题准确率最高且用时最短的选手将成为下一期出战选手。场上选手落败，猜想团答题准确率最高且用时最短的前2名选手将成为下一期对战选手。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首先，林然还要和我们23名队员一块面对一道实验题。这道实验题，其实之前我们曾经在现场尝试过。你看到现场有一个玻璃道具，请戴上护目镜。在第1季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实验项目与此有关，是速度带来的一些物理现象。而今天，在事隔2年之后，我进行了长期训练，也能够在现场给大家完成
这样一个实验的展示。飞针是吗？飞针穿玻璃。首先就是这个飞针，你要让它的方向一定要尽可能垂直于玻璃这个平面，这样的话它的撞击的力度是最大的。好，而且与此同时，你还要保证它出手的速度、角度、速度、力度。所以2年之后，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汇报。谢谢。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短短的一瞬间，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稍微可能打个喷嚏，这个实验就完成了。你错过的将对。好了，哇，穿过去了，穿过去了。哇，好神奇啊！我针都在这儿吗？你看到没有？天哪，连眼儿都没有。因为它穿过的时候速度太快，它会将玻璃融化，融化的玻璃瞬间凝固，你根本看不见孔。你太牛了！真的，我不得不佩服你，你的嘴太牛了。面对科学，我们能严谨、诚实一点吗？那这根针真的是从刚才甩过来的。好，这样我把地上的针全都剪干净，你再甩一次，来，加油！你捡起来干什么呀？快去，你快去，去。我是做不成，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真的是一个科学效应，是一个科学的事情。我们掌声有请实验员上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实验。所以他可以，兄弟，这随便用哪一根，眼睛保护好。不可能吧？它会反弹哦，它真的会反弹哦。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这真的是一个科学的事情，一定是针尖部分，然后再加上速度。他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实验。谢谢我们的实验员，谢谢，谢谢。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个实验，和刚才的玻璃穿针就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量级比玻璃穿针，要厉害得多了。来看大屏幕，坦克作为我们的陆战之王。不但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火炮系统，还因为得益于它的强壮的装甲系统。哇哦！刚才坐进去，瞬间给你的这种包裹感和安全感，是任何的汽车和飞机都给不了你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让任何的坦克和装甲都感到惧怕的存在，就3个字：穿甲弹。现在这辆坦克载着我来到的，就是专门研究和生产穿甲弹的中国兵器西北工业集团的试验场。在这儿，我们就将用10层钢板组成的多层装甲，来向你展示一下穿甲弹的威力。10层钢板，我们的参试人员已经严阵以待了。报告总指挥，参试人员集合完毕，请指示。各就各位。按计划实验。哎呦！警戒组准备完毕。正在实验。炮弹组准备完毕。射击组准备完毕。测试进入5分钟倒计时。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现在我们李总来到了叫掩体房间之内啊。这是一场矛和盾的对决。今天我们将用这整整10层的钢板组成的多层装甲来检验穿甲弹真正的实力。哎，它这钢板很厚啊，很厚。它的厚度有多少啊？至少有10厘米。5、4、3、2、1。这么大声音！
这是用高速摄影机拍下来的珍贵画面。1、2、3，走啊！真的穿过了10层钢板，太帅了！这比任何电影特效都来得更真实、更有力量。哇，这个真的是烧穿的。对，这真的是烧穿的。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声巨响，然后整个桌子都在颤抖。至于我们的多层装甲是什么情况，现在在我们这儿看不清了，我们需要到现场再去看一看。刚才一瞬间真的是太快了，咱们走近看一看。先看第1层，哇，穿了！在这个位置确实打出了一个4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大的孔径，可以说是接近实滑了，太棒了。咱们看看后打得真准。对，第2层透。第3层装甲也透，没问题。第4层透，而且孔径越来越大了。第5层透，第6层透，越来越大。7层穿透，是因为它后来爆炸了。第8层穿透，第9层穿透，还有最后1层穿透，10层全部穿透。于总，这是咱们的极限了吗？这只是穿甲弹打击多层靶的一个展示，实际上，咱们穿甲弹的威力远不止如此。咱们国家在穿甲弹领域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是60多年来，我们兵工人牢记强军使命，弘扬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创新、不懈努力，取得的成果。所以，刚才我们的穿甲弹在射穿这10层钢板，虽然只用了一瞬间，但是背后却有着我们兵工人几十年的这种付出和坚守，为我们的人民兵工精神点赞，为我们的强军梦点赞。看到这儿，可能您脑门上有很多的问号，就比如我们的穿甲弹到底长什么样呢？穿甲弹到底长什么样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让我们欢迎99A 坦克穿甲弹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铸剑人的崔进老师。崔老师您好，嘉宾你好，您好，您好，崔老师，大家好，我是崔进，来自中国兵器西北工业集团，是一名穿甲弹工程师，从事穿甲弹的设计和研发工作。欢迎您，欢迎您。今天崔老师没有空手来哈，带了3枚。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穿甲弹的模型，是真实的穿甲弹。真实的穿甲弹。小倪过来，赶紧过来，你站在那个位置。对，请大家放心，今天这里头没有装发射药。没装发射药。这3枚穿甲弹，你会觉得弹壳部分好像变化不大。对，主要是弹头部分是特别像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图钉儿，像不像？它的头非常尖。对，所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这一部分呢是穿甲弹的药筒，这个药筒里头呢装的是发射药，发射药呢给穿甲弹提供推力。这部分呢就是穿甲弹的弹托，这个弹托出炮口以后啊就分离脱落了，感觉像火箭1级、2级。这部分就是穿甲弹体，它就像子弹一样，对目标形成毁伤。所以刚才在第1个钢板上面打出一个直径大概4厘米左右的洞，实际上就是弹头，就是它。我们看到至少有3个啊，一个是尖的，就是跟钢针一样放大的，完全尖的；一个是这个叫节锥，前面是平的，对；还有一个是半圆的，半圆形的，对。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请各位注意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要请选手时和挑类的选手同步作答。题目是：这3个形状哪一个不适用于穿甲弹的弹头 ？A. 半球形，也就是蓝色的这个 ；B. 节锥形，白色的这个 ；C. 尖头形，红色的这个。其中有一种是不适合用于穿甲弹的弹头设计的，请把它找出来。面对一个我自己看似也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军事领域的题，确实是有一些心理压力。我觉得可能是最意想不到的那个。
我选 B。好，各位答题都已经结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挑类选手。你的答案是 C， 他认为尖头型不适用于穿甲弹的弹头设计。回答 C 的确实也有不少人，但是我看到大部分队员选择的答案是 B， 还有一小部分队员选择了 A。我想先听一下条类选手你的理由。因为我刚才想到，刚才几位老师在镜头前面做用针扎破这个玻璃的实验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手的动作是非常的这个精细的，其实是要确保这个针能够完全垂直的扎向这个玻璃上面，才能确保这个能量完全用在这个穿透，集中在一点上。对，集中在一点上。所以我认为，可能穿甲弹作为这么重要的一项军事的一个武器，如果是用这样针头型的这样一个结构设计的话，它可能非常需要这个角度。就是垂直的完全打在这个装甲上，才能造成最大的伤害。而另外两种就可能对这个角度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所以我的答案选择是 C。那我听听选 A 吧，半球形。各位好，我是来自成都市实天府中学高一的陈一元。然后对于这道题，我选择的选项是 A， 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平常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军事电影里面，我们能看到的各种炮弹，大部分都是节锥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在尖头型和半球形当中，你排除了尖头型呢？因为刚才视频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个的那个穿孔是非常的整齐的一个形状，然后一般在生活当中只有尖头的物体能够造成这种伤口，所以我觉得尖头型是有可能的。他用的是排除法。至于哪一个弹头是真正不适合做穿甲弹弹头的，答案由场外的小鹿为我们验证揭晓。现在你们的选项都已经摆在了这儿，分别是选项 A 对应蓝色的半球形，选项 B 对应白色的节锥形，选项 C 对应红色的尖头形。替大家来完成试射任务的就是站在我身旁的刘建勇老师。今年是刘建勇老师担任我们靶场试射员工作的第37个年头了。刘老师，经您手发射过的弹药多少枚了？由于西北工业集团具备的口径比较多，每年射击的发数大致是数千发，经过我手打出去弹药不少于1000多发。1000多发，您就算吧，乘以37年，大概就是将近5万多发呀。咱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走近看一看我们靶板的具体情况啊。哇，它太厚了，这个不能叫做钢板了，可以叫做一个大钢块。它的厚度有220毫米，实心的吗？整个靶板的尺寸是长1.5米，宽1.2米，以一个非常倾斜的角度放在这儿。这个呢，就是模拟了我们主流坦克在实战中的一个装甲和它的防护等级。哇！最后咱们来看3个圆圈哈，蓝色、白色和红色分别是直径相同50厘米的3个靶点，也就对应了我们的3个选项。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炮手在150米外需要非常精准的击到这3个不同的靶点里面，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考验。终于到了验证的时刻，现在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我们首先要验证的就是选项 A， 半球形。总指挥，请各就各位，准备试验，上弹手，上弹。哇！世界安静了。哇！对，你看到它那个弹托已经脱离了，对，就后面这个黑色的部分，正中靶心，打穿了。
打穿了吗？好像是打穿了。你看，金属钢板的下面，出来了钢板的下面已经出现了。对。所以这是 A 答案，这是半球形。对。哇！半球形验证通过。飞溅出来的就应该是烧化的钢水。我们的选项 A， 哇，成功了！看到没有，击穿了，击穿了，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击穿的一个孔洞，也就是说，我们的选项 A 是可以当做穿甲弹来使用的。接下来我们来验证选项 B 和选项 C， 答案会是哪一个呢？验证继续。现在我们要验证的是选项 B 截锥形。B 截锥。哎呀，穿过去了吗？穿过去了，穿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选项 C 尖头形。哦，他把2发打完了以后再一起看。啊，但我看刚才好像是穿过去了。对。C 的概率越来越大了。加油！这个不会卡住了吧？哎呀，没穿过去，是吗？卡半截了，好像没有，扎在里边了。有没有击穿？效果怎么样？走近看一看。我们先来看 B 啊，我们的穿甲弹是直接穿透了我们的靶板。那么再来看 C， 它并没有穿透，而是依靠着强大的动能滑了出去啊，整个的跳弹行为算是结束。所以我们看到这儿，问题的答案也就出来了，就是我们的选项 C 尖头型的，不适用于我们的穿甲弹。你答对了没有？哇！场外验证的这块钢板被我们千辛万苦从现场运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为的就是让各位亲眼揭晓我们的答案。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蓝色、白色区域全都顺利的被穿甲弹击穿，但是红色区域，也就是尖头的部分，最终穿甲弹只是在表面划开了一道伤口，但是飞出去了。所以各位，通过我们现场的验证，正确答案就是 C 尖头型，不适合于做穿甲弹弹头。毕竟1v23还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然后旗开得胜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释放。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曹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穿甲弹这个水平飞出去的时候，弹体这个地方夹角有小到20度，所以如果很尖的话，因为接触面积也少，这个地方短时间沉积的能量也少，它可能就跳弹就飞走了。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是圆球或者是截锥形状的时候，它接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的尾部反而会往上翘一些。哦。这样的话，它和它夹角更接近直角了啊，使得它更加容易能够进一步倾撤。谢谢，谢谢曹老师。我们国家的穿甲弹从引进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穿甲威力几乎提高了将近1倍，不管从材料的设计、结构、理念的东西，包括这个发射部分相关的，和国外相比，也是走在这个前沿的位置。其实我觉得
刚才我们进行的不光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实验，它更是以穿甲弹为代表的中国兵器力量的展示。对，只有拥有强有力的国防力量，才能保障我们人民安居乐业。所谓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背后默默地替你负重前行。谢谢这些人，谢谢他们。好，接下来，对于我们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林然来讲，接下来希望你能带着穿甲弹一般的势头，去面对你的23名对手，因为你要面对的是1对23的最后一轮答题。你能否继续在这个擂台站下去，就看答题环节。一起进入答题区。进入到最后一轮，1对23。接下来猜想团的各位压力也不小，因为你们的答案只有比例最高的那一个才能够跟林然的答案进行抗衡。也就是说，你即便自己答对了，但大多数的人选择跟你不一样的话，那也算你们错。好，目前他和23个人之间是1比0。能够有一个1比0的领先优势进入答题，我是觉得说我能赢的。接下来，请听第一道选择题。近年来，有一种叫暖宝宝的商品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尤其是寒冷的时候，在寒冷环境中工作的人，搞那么一个贴在身上，马上哗，如沐春风。那么，这样一种自身发热、起到驱寒效果的产品，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A. 吸收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从而释放热量。B. 它内部有特制的粉末，通过你身体的运动摩擦产生热量。C. 它内含非常良好的保温材料。好，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案，请公布。猜想团的23个人，只有1个人选了 B， 剩下全部选的是 A， 而我们的擂主选的也是 A。先听林然的理由。看这个题面，暖宝宝需要撕开一层包装，才能达到这个加热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撕开一层包装，它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跟空气接触。我自己是从来没用过暖宝宝，但是它是一道化学题嘛，利用一些化学小原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完全有把握的答对的。好，这道题目，擂主林然答的是 A， 双方各加1分。现在2比1。这个1比23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舞台，能够连对2道题，让我有信心大增吧，完全有把握再坚持答对剩下的那4道题。第二，请听题。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以下哪种情况最有利于安全保障 ？A. 顺风起飞，逆风降落 ；B. 逆风起飞，顺风降落 ；C. 逆风起飞，逆风降落。开始回答。B 啊，请看答案。林然选的是 B， 逆风起飞，顺风降落。我们来听听林然什么理由？飞机的机翼其实是这样一个形状，它的底下是一个平的这样一个平面，而上面是弯的一个平面。然后这就用到我们流体力学里面非常基本的一个定理：当速度的流速越快的时候，它上面的气压越低。而飞机机翼呈这个形状的时候，其实下面的气压比上面的气压更高，就把飞机推上去了。相对来说，如果是要飞机降落的时候，也就是相反。所以我的答案是选择 B。我想反驳一下林然，我觉得你可能坐飞机的时候没有坐过机翼附近，因为坐到机翼附近，就是它下降的时候，它的机翼是会有一个改变它形态的一个样子，它会往后延伸，然后并且往下进行一个角度，它有一个更长的弧度。逆风的状态下，弧度更长，它也就是流速更快，其实也是同样的原理。机翼在最后打开的那个过程，其实它在落到地上了以后，那个机翼上的那个后板才打开，那是它减速板。对对对对对，空气减速板。对，是。好，这道题目大家分析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而且结合了自己的生活实践。来吧，公布正确答案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C，
逆风起飞，逆风降落。非常遗憾，大家都没得分。逆风起飞的原理刚才已经说了，那逆风降落是有助于阻力更大，保持飞机的减速，而且流经机翼下表面的气流流速和密度大，有助于它保持升力，同时要减小发动机输出的能量，减速，然后平稳着陆。所以这个时候逆风同样重要。逆风起飞，逆风降落，所以以后大家坐飞机别再说一路顺风，那就麻烦了。起飞降落，逆风。我觉得我把我想要分析的都已经分析到了，这道题答错，其实蛮沮丧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无论是擂主还是我们其他的猜想团的成员，全部没有答对。这一轮谁都加不了分。来吧，继续看下一道题。2018年1月，中科院科学家们向全球正式宣布，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克隆出了2只什么动物，并取名为中种和华华。A. 猿猴 ，B. 猕猴 ，C. 金丝猴，请作答。中中华华，这道题我完全不知道。猕猴。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擂主的答案是 C 金丝猴。你是从动物保护的角度出发吗？我其实是真的不知道。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选的猕猴，但是可能又想说应该会拿一个价值更高的一个猴来做这样一个实验，所以我在最后1秒的时间把猕猴选成了金丝猴。目前23位猜想团，答案 B 猕猴比例最高。正确答案是B 猕猴。猜想团艰难拿到1分。最后几道题，其实我自己的注意力也很难，确实很难集中。但是后面只剩2道题，我只要后面的2道题都答对。如果最后2道题恰巧是在我擅长的化学领域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把握的。来，请听下一题。下一题，把以下3种材质的首饰、珠宝啊首饰放到1100摄氏度的火焰当中加热，然后迅速放到水中降温，最终最可能保持完好无损的会是哪一个呢 ？A. 水晶 ，B. 黄金 ，C. 钻石。钻石着了，黄金融了，今天整个二氧化硅了。我猜也是。好，来看大家的答案。猜想团的比例是 A， 擂主的答题也是 A， 正确答案 A 水晶。黄金的熔点是1064摄氏度，所以在1100摄氏度下加热融化。钻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高温下可以燃烧，变成了2氧化碳的气体。而水晶的主要成分是2氧化硅，熔点在1700摄氏度，所以最有可能保持完好无损的是水晶。看一下现在两方的分数是3比3。不到最后一题分不出胜负吗？制胜题啊！不管说最后成功或失败，就最后一道题咬牙坚持完。各位选手，请听仔细，这道题目是：蜜蜂中的蜂王和工蜂分别是什么性别 ？A. 雌蜂、雄蜂 ；B. 雌蜂、雌蜂 ；C. 雄蜂、雌蜂。蜂王是雌性的，都是雌吧？雌蜂，雌蜂。好，来看一看大家的答案。擂主的选择是 A， 他认为蜂王是雌蜂，工蜂是雄蜂。我们的猜想团是 B， 认为蜂王是雌蜂，工蜂也是雌蜂。那雄蜂在干嘛？好，那我大概解释一下，蜂群里的分工是这样的。蜂后和工蜂都是雌蜂，雄蜂的唯一作用是给蜂后提供足够的精子，产生足够的卵，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分工非常明确。好，正确答案应该是B， 雌蜂。
我们的猜想团最终获胜。恭喜猜想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现在想要做到就是等待属于我的这个机会再到来，我觉得我没问题的。把掌声送给凌然，非常优秀的一位挑擂选手，在擂台上站了整整一场，一直到最后一道题惜败，所以掌声送别凌然，告别我们的擂台。来看一下最后的积分情况，我们的加油向未来还在继续，我们的挑战也还在继续，所以这个榜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开端。但是事后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能够登上我们的这个积分榜。各位加油了，加油！谢谢凌然。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加油向未来第3季，我们将向太空发射一枚结合了对地观测功能和空间实验功能的公益科普卫星。现在我们正在面向全国的青少年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征集。经过权威专家评审团筛选之后，我们会挑出最适合卫星在轨开展的实验。热爱科学的青少年朋友们，打开你的脑洞，我们帮你把最好玩的实验送上太空。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到火箭发射现场见证这颗卫星的升空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下一期站上擂台的会是哪2位。下一期加油向未来率先站上擂台的2位将是本期答题成绩最突出的前2位，一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大二男生陈坤宇。另外一位是来自衡水一中的赵晨宇，非常巧，2个人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全是羽毛的羽，双羽齐飞。下一期节目将是他们2个人的对决，各位加油！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团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蓝箭航天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下期再见。趁大海出发，趁现在你的